后会邀郑主席来帮忙？我想党部都有相关的规划。那未来有可能会跟主席在同台一起竞选。我的立场非常坚定，就是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守护中华民国的宪法，以及守卫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他一直以来呢，就是针对国家的议题在发言，但却不肯回归我们最简单的市政的问题。那我还是很希望，既然这是一个台北市长的选举，我们能够好好的针对市政来做讨论。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一川，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国内选战现在到底打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了？那尤其在双北来讲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讲是双打嘛，好吧？那这个双打，那各自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对蓝营来讲的话，或是对各个阵营党主席对他们来讲，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加分，还是会造成一些困扰一些的条件？因为对蓝营来讲的话，为什么频频会问到这样的一些情形？韩国院长已经启程访美。那不可讳言，一定会被大家拿来看。郑文主席去的时候，包括见到了谁、层级啦，大家会拿来做一些的比较。但在过程当中，大家还是会回头去看。对郑文主席来讲的话，那慢慢开始解密。所谓的解密就是是不是真的没见到，包括国安会的一些为什么最后会被取消，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的事情？那中间在媒体上有讨论到另外一件事，就是郑文主席在讲到一些相关一些内容的时候，譬如说，你知道对老美来讲，那个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是不一样的 ，OK？ 那郑丽文主席讲的是什么？翻出来又是什么？听到老美耳中又会是什么？会不会也造成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的后果呢？让你先听听看郑丽文主席讲到一中的时候还是怎么讲的？来，所以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是一中宪法，因此9·2共识完全符合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同属一中的一中原则。So, because the ROC Constitution is a one China Constitution, so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1992 consensus is complying with the ROC Constitution, meaning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belong to one China. So this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at we follow. OK， 来，任俊，是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大家现在开始慢慢解密，就是把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因为有人说是因为会不会有一些在访问团里头出现了一些让美方觉得那在安全查核会有一些疑虑的问题，或是刚刚看到那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那是有出现了一些的其他的疑虑吗？还是说你知道这种外交访问都是这样？我们讲好的，没人告诉你可以到处大肆张扬的说你要看谁或什么。是因为这样一些的原因吗？所以造成后来的结果吗？我觉得如果就整个媒体报道度来说，郑丽文这一次访美其实是非常成功的。以前国民党党主席有去访美的，有去哪里的，2天新闻回来就没了。哪有这么多人一直讨论？哪到今天还那么多密可以接，对不对？那只是说对郑丽文来讲，这些事情，我觉得他第一个就郑丽文的态度倾向变成是比较低调，而且保留了啊。你说甚至保守，对，甚至保守，包含到大家去讲说啊，你的层级是不是有被降低，甚至被美国国安会取消会面。郑丽文的说法，它变成是有些人比较保留，而且持那个态度会比较观望的态度是正常的。那就代表什么？他并没有否认，他可能有些人真的是没见到。跟别人所相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他现在因为他公开这样讲嘛，有些人比较保留或者观望态度，那这个他觉得是正常的状态之下，那就代表是可能行程当中确实是有些被变动到，甚至说郑丽文只有跟几个国会议员提出这个会面的要求，而且获得同意之后，郑丽文非常的惊喜，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要惊喜成这样，美国人没有特别伟大啦，美国国会议员他也是要选举，没选上他也是要下来的。那所以现在就回来了就说郑丽文这一次的整个的访美的过程，特别是他在跟智库或者跟侨社的说法，因为侨社的说法是一件事情那看起来侨社台下这个大家各形各色都有嘛你也有这个喜欢台湾的喜欢中华民国的喜欢这个中国的，所以郑丽文怎么去讲习近平的那一些，我觉得是一部分，但
但是你对于智库，甚至像刚刚那个画面里面公开的部分，我不认为郑丽文脑袋会不清楚。譬如您刚刚所提到的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的这件事情哦，事实上你回来看郑丽文当时在讲话的时候，他手上应该是有个稿子的。对。也就是通常我们这个你要办这种智库什么，有些人会收集问题啦，有些人其实会觉得就是说，那我先把问题写好给你给主办单位，说我等一下提问这一个，那你是不是可以让他先准备？所以我认为郑丽文是手上是有一个稿子在看。旁边的翻译，我认为他大概应该也有，但他有一直在写啦他当然也有一直在写，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变动或干嘛的。所以就提到了，当郑丽文刚刚在讲讲一堆的时候，92共识完了之后，他突然讲到一中原则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卡住了。那个的卡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你是看着稿在念，而且他是一中卡住完了之后讲出一中原则。我非常好奇，他原来的那个稿子上面写的是不是一中政策？他的原稿写的是不是一中政策，而他自己把它变动成为一中原则？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从翻译的那个状态回来，郑丽文讲一个92共识，翻译还会精准的讲到1992年。好，当然大家讲说这个是金牌翻译啦，总统级的翻译啦，跟过马英九，跟过谁，就觉得他的英文能力很强哈。但是他会精准的讲出1992年的这件事情，表示他对于政治，甚至他手上我认为也有一个稿子。可是当他翻译的时候，我不认为他会不知道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的差别，特别他当过马英九的翻译官。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我应该这样讲，观众朋友有很多人对一中原则或一中政策也许没有这么敏感，但是对于所有政治人物，尤其高层政治人物，尤其要到访美或跟老共之间要打交道的话，这个别不同的4个字“一中原则”、“一中政策”，基本上差别是很大的。是，就是对美国来讲，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就是坚持在所谓的一中政策？就很简单，就是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代表，但是台湾中华民国这件事情，他们不多做解释。那在中国的所谓的一中原则里面，没有什么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就是我唯一只有我一个，那就是所有的代表权跟话语权都在我身上。这就是美中台里面，特别是其他国家，其实为什么在一中政策的这件事情上，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我不认为郑丽文这么冰雪聪明的人，他不知道。现在变成是美国对于国民党有一个叫EK论了。我压根怀疑你国民党。所以当郑丽文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你会看现在讲说没有，是因为郑丽文到处讲，所以什么《金融时报》啊，谁，大家都知道郑丽文要会面谁，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是攻击顾维的意思的讲，你郑丽文的我都很信用嘛。你就算你今天来告诉我讲说你要化解什么东西，但没有用，我对你个人就是不信任。所以才会回到了那个老韩啊，你看。多少人在这个事情上，老韩要去，哇，好多好开心！你以为这么多人都去吗？不是啊，有几个其实送行的，包含旁边的江启臣，江启臣要选台中市的这个市长嘛，然后最旁边的小新也跑去啊，郑肇兴也跑去啊。有人认为说，其实他代表的是谁？代表是台中这一块，特别是几个中生代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是不是也透过这种方式来跟美国传达另外一个讯息的是，国民党的对中或者是对美的政策，不是由郑丽文一个人说了算啊。如果美国今天要用一个高规格的对待，而且这个高规格是韩国瑜自己到处讲就说用一个高规格的对待来去了解跟理解所谓国民党对中的态度跟原则的时候。这些人现在选择站在韩国瑜的身边，我认为一部分是让美国也去看到，特别是台中有指标性啊。卢秀燕他自己没去嘛，但卢秀燕是国民党人里面在近期里面第一个讲说我要到美国去，我也希望化解以美论的关系算不算是韩卢联盟？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里面，大家因为郑肇兴去，因为卢秀燕没有去那个机场送行，但是郑肇兴去了。有人解读就是让大家看，不止让老美看，让所有的人看。某种程度，那韩卢之间是不是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在？就我个人片面的了解与其这个阶段讲结盟不如讲大家要当好朋友因为很简单，国民党到时候2028年谁站在C位还不知道，所以现在大家愿意一起站在同一个平面上面。但是如果我这个友谊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而且这个建立的关系是要给谁看的？要给老美看。也就当我友谊的关系可以建立起来，不会像以前人家讲友谊的小船
团这个说翻就翻的时候，等到2028哪一天那一个人决定要站在 C 位的时候，这些站在旁边的人愿意改过来站在他后面 OK 那个才是现在交朋友最大的目的啊！我就阿川前一阵子跟韩国院长有到欧洲去访问那一次，所以刚才讲到那个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这件事情，你们也跟智库跟很多包括议员啊这些，然后也有开会啊，也有谈到很多事情。所以你的解读上面，刚任俊一直说，因为看那个样子有点像是有稿，那是真的那个稿，但有稿也不至于那个字，如果看的那个政策跟原则两个字，应该不会念错啊。你觉得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一些的状况？应该是事先的这个稿，中文稿啊，这个翻译基本上都看过。可是有可能临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他在演讲还是被问的。应该是事先的这个稿，中文稿啊，这个翻译基本上都看过。可是有可能临时，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他在演讲还是被问的。如果是被问了，就他临时翻的嘛哈。那我觉得这一位翻译这样翻，郑丽文应该立刻制止他。我讲一中原则，你给我翻一中政策，搞什么东西啊？很多翻译场合会这样有些英文很好的政治人物，那个翻译翻错，直接说我自己讲，你不要翻。对，有这种因为这两个字对郑丽文来说非常重要。但是你要观察郑丽文的演讲他是只要人很多的时候，他讲到慷慨激昂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倾向中国。可是等到他很冷静的时候，就慢慢讲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怕美国一点，用字上就会比较精准，比较慢一点。这种访团出去啊，都是被问问题而已啦。我们出国都是被问，我们没有在问人家的。一坐下来，对方就开始考试。那开始考试的时候呢，韩国语的像以前韩国语的做法就是来谁要回答，来谁要回答，然后就是一个党回答完就换另外一个党，这3党都会回答，所以。像这一次韩国瑜在带这一团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被问。这国民党这次去的那3位啊，一定会被问郑丽文的事。就是说你们郑丽文讲什么，你们的看法是如何？这个时候这一题就很难那就看这是跟其他3个国民党会怎么会，因为郑丽文其实这一次出访，我发现他犯了几个外交上不应该犯的错。就他出门前具体的告诉大家。他们要访问谁？具体非常具体，告诉大家他们要访问哪些基金会，哪些智库，甚至具体的哪些人，就是说那个参众议员的人名都先讲。那第3个是他到那边的时候主动说我们要讲什么题目什么题目，然后最后把他的态度在还没讲之前，他就公开讲说我的态度是什么比如说第一岛链。我的态度，我就先跟你讲。这对美国人来说，美国人可能第一个就是你都讲了，我们就不用见你了。第二个是你讲我就问你，我就要问你第一岛链的事，你就给我回答第一岛链的事。对美国人来说，他去就直接问你问题了，他没有再跟你，因为大家会面时间其实都很短大概都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对方都会来4、5个，然后每个人都想问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他被问了，然后呢，但是。美国人会觉得说奇怪嘞，你讲的跟你前几天一个侨胞面头前讲的，又不一样，又不一样，所以对你这个人会开始。可是好，那你回到说，为什么郑丽文对很多人跟门关起来的时候讲话的那个态度会不一样？因为越接近胜利，他就越绑手绑脚。什么叫越接近胜利？越接近胜利，他就越绑手绑脚。一场比赛，如果他决定他一定会输了，他就很轻松打。那他这一次，因为他刚到旧金山就被热烈欢迎选总统，所有侨胞场合都叫他选总统，不管那个是中国侨胞、中华民国侨胞，都叫他选总统。所以他觉得，既然要选总统，就不能跟美国太凶，所以他就开始想要往美国那里靠一点点，然后在用字上就开始又收敛下来所以他又收敛下来，就会让他，我就让他举步维艰，就
他要往这里也不对，往那里也不对，所以才会发生说，不然我们这样推论哦，郑丽文是一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谜啊，就是美国基本上不认识郑丽文哦，那也不知道这个党主席的态度啊，在美中台三界的态度，所以你要来美国，刚好我就等你，我就好好的问你。可是当你已经把你的底牌都讲了，对美国人来说，那我不用问你了，因为你都讲了。如果他去之前什么都不讲，我跟你讲，他去之前什么都不讲，就会很多人想要找他，因为每个人都想要从他嘴巴讲出第一手的资讯，然后这个才会成功。可是呢，因为他就自己先讲了他的态度，先讲了他要见了哪些人，对美国人来说，他就觉得说啊，你这个不重要啊，就是我没有必要透过关门的会议了解你的态度。他如果都不讲的话，那个什么国安会或者是艾森豪大楼应该也进得去。对，就他一定要你来，我才能问，对我才会知道。不会，比如说你说像卢秀燕、黄国昌，你说卢秀燕、黄国昌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那么不好，好，那没有那么不好，所以他们去到美国，美国人当然想要问啊。问卢秀燕的态度，问这个黄国昌各式各样的这关于军购这些课题的态度，所以他们就会很顺利。而且他们也谨守了一个原则，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他们去美国见到谁。在那个 AIT 那一栋大楼里头，到底谁进出了？没有人知道。那他们也都守住了这个秘密。可是郑丽文的事情好像没有守住。那没有守住，我觉得啊，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是因为太多人笑他。太多人笑他见不到什么的，他就说：“谁说我见不到？我就见到了谁了。”那天我在电梯还遇到一个了，就是没看对人劲啊，就是说你激怒他，他就会把很多事情讲出来。可是安内就不像一个大人啊，不像一个要取大位的人，爱啵啵丢，所以就让他更惨啊。所以我是觉得，像他回来之后，他态度改。我在怎么样，越接近胜利，他就越紧张，越绑手绑脚。你讲说这个他的态度改变，尤其他最近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台湾没有要宣布独立，法理台独，对，然后如果老共还是打台湾，对，他说那我们就一定会还击。你觉得这是回来以后开始做改变的吗？对啊，对啊，因为他快接近胜利了，你不要一直说他。我跟你讲，不然他这句话再去一趟中国，跟习近平讲一遍。我们台湾我们不推动法理台独，你给我打看看。他也不敢讲。但是因为他又要跟美国要修补关系，我觉得他是在尝试跟美国在修补关系，他想要两面讨好，可是这又违反了他的人设。他要么就冲到底，那这样两边为难的结果，我觉得他接下来的发言啊，你要记得，他只要人很多，有摄影机在人很多的时候，他俩拱就会轻松了。可是当他很冷静的开会的时候，他就会顾虑到说，我这未来个传对美国下去，我会很惨。所以他就又开始又会转换态度。我觉得他开始变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明轩有看出来你们郑主席有这样一些的改变吗？后面讲的那段话是真的，因为回来以后发现赴美访问这一段不如预期，所以开始做转变了吗？就尤其讲到老共如果要打台湾这一段，他真的是开始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了吗？有人说韩国院长去访美，对国民党来说也希望适度的能够淡化这次郑丽文主席出去所产生的一些直接讲用负面的一些产生的影响，会是这样吗？第一个变了什么？是变高还变矮，还是有变胖，还是怎么样？我觉得阿川那这样，我觉得民党很奇怪呢，就国民党人去大陆也骂，去美国也骂。去欧洲也骂啊，只要是挂上国民党牌的政治人物，好像我们变成二等公民。怎样都骂。我觉得我是二等公民，还是我是集中营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我被宣誓进自产了？处理都用按抓都骂，你上面主谁都骂，我觉得没有必要吧。觉得我是二等公民，还是我是集中营的，还是怎么样？还是我被宣誓进自产了？处理都用按抓都骂，你上面主谁都骂，我觉得没有必要吧？你替台湾走，替中华民国走出去，好，你不能去美国、去欧洲，卢学恩去欧洲，韩国也要去美国，好，接下来这种对台湾弄喜和代志啊，一起出去拼外交，不是好事情吗？好啊，你说啊，去北京啊，什么轻装？
啊，我现在去美国啊，又开始骂，从刚美开始骂我姐的喝威，还有甚至特定的报纸啊，好啦，我老东家了，《自由时报》用社论啦，用独家啦，还总编辑跳出来，啊，这是安怎啦？台湾车真很贵啊，有必要这样子吗？就说不用把在野党当作敌人嘛，所以你看，所以现在美国包括众议院国会主动邀请韩国瑜访问美国，也是这样子啊，他要了解台湾的内部是怎么样啊。那卢秀燕3月访问美国，好，接下来他也访问欧洲。如果老实讲，你替中华民国对外拼外交，你应该乐见其成才是啊！啊，怎么样见缝插针？哦，曾丽文怎么样？他会变成总统候选人？不要用那种见缝插针或挑拨的一个方式，从国家的好，这种好事情啊，这种会挑拨。第二个，阿川你讲好，我刚也讲卢秀燕也谨守分际啊。过去阿立功还很多要检讨。也谨守分际啊。第一个，你说台美关系要怎么去维持？台美关系坚若磐石。我干嘛每次我都啊，老美你要说话算话啊。赖清德总统到现在2年不能过境美国本土，我找外交出声的呢。我从李登辉开始跑外交，好，不要讲李登辉过境阿拉斯加那个就算了。你从阿扁、从蔡英文、从马英九，就任2年可以没办法过境美国本土，看了有贵哦。你说他是我的老大哥，对我就好，你妈真笑吗？你说如果出版好，你要去非洲，好，你有方案，我不知道外交部怎么跟美国沟通了啊？为什么不能过境美国本土？有这个方案呢？去年8月要去巴拉圭，为什么不能过境本土？美国包括媒体的报道，后来就取消。你讲哦，阿尼基你对我就好，所以对国民党来讲，不是跟阿尼基嘛？你要美国好，老大哥你对我好就好。那中国大陆你两边求取平衡嘛？那我要解释一下。正因为美国在讲一中政策、一中原则，我认为啦这一部分不够精准啦。你要讲一中，你要讲说一中是中华民国，我们认为的一中就是中华民国。你在现阶段来讲的话，就中国大陆制度跟台湾不一样，所以你碰触了敏感的政治就不能碰。我现阶段未来政治谈判，那是未来式，有没有可能？可能20年、30年、50年，甚至没有可能。可是，在碰触敏感政治的争议之前，在双方保持一个模糊的共识底下，经贸文化是可以交流啦。现在对国民党，我们很焦虑，就是说，你民众你怎么不止政治打通啊？你两岸之间连经贸文化都打通啊，都不要了，这是我们很多基层很焦虑的啊。所以，并不是说好共同爱台湾拼外交一样嘛可是你问题是两岸关系没了嘛，你只有台美关系啊。那两岸关系没的时候，你连经贸文化都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们会讨论的凤梨世交那一些也是一个问题嘛。所以上不要给在野党扣红嘛你说好，至于说是这样啦，他们现在包括卢秀燕呐，包括郑丽文呐，包括韩国瑜啦，访问美国，他们不是总统候选人你也不是说访问一趟美国就变成说我是总统候选人会有加分，所以让郑丽文听美方内部包括红派包括蓝派的声音回来，他会不会做调整？你说他经济学人的访问那是做修正吗？我不认，我认为说这就是国民党原先的立场，就是在美中之间求取一个平衡，两大之间难为小啊，因为这下来本来就是很不容易嘛，所以必须要求取平衡，这就是国民党的一个政策。这没有错，所以刚刚讲没有错啊，就是郑丽文。我刚刚讲了，他只要公开的场合，他就会亲中。门关起来，他就会比较不亲中，比较亲美啊，用字就比较准啊。所以英文，所以英文他用 policy 啊，中文用原则啊，对吧？他中文用原则，英文用 policy 啊。明显刚刚讲说他是用词不精准，没有，这非常精准。我觉得调整，你觉得他非常精准，非常精准，对啊。他对美国人，他没有，因为美国人不知道 policy 是原则。中国人不知道原则是 policy 所以这起用字很精准啊，我觉得他用字很精准，所以我才说他刚李明显讲的没有错，就郑丽文他也希望美国，他跟美国跟中国都很好，对啊，但是这个就是习近平你就要看清楚啊，郑丽文跟美国跟中国都很好啊，以及李炳涛讲的话，你现在就看到啦，就跟美国人门关起来的时候讲另外一套啊，回到台湾又讲另外一套啊，这个都是国民党的态度，这个没有错，我们这个没有错，就是每一个国民党的态度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被贴说他太亲中的时候，就在靠美国一点点然后呢去到中国就不会想说我亲美国所以这个都很合理啦，然后大家出国拼外交，我们在解析的是说这个郑丽文去到美国，他各式各样的表现，所以我说他越接近胜利，他个人就会开始保守起来嘛，这都很合理嘛。如果他今天完全都
没差而已啊，一啊，他后面如果想要干嘛的话，他就亲中亲到底啦。他去跟美国好干嘛？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怎么样？没有，对不起，我认为郑丽文在回答那个的访问的时候，事实上并不是问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问的是国民党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它真正最大的差别是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两个会变成是刚刚提到说台湾如果没有进行法理台独的时候，今天老共怎样？一中原则不是法理不法理的问题啊，一中原则实质上告诉你就是我实质就是统一啊，因为中国的讲法为什么会有原则跟政策最大的差别，就是中国他今天的立场就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台湾就是我的，就没有了。郑丽文在回答这是国民党一贯的立场是认同所谓中国的那个表述，国民党怎么会用这种就是说觉得它不精准？如果不精准，连那个翻译都比郑丽文知道说，没事，我别乱讲，因为你不是在回应美国一贯的对两岸的政策，他在回应的是今天台湾面对到今天两岸的问题的时候，台湾的立场说，所以他前面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他甚至把92共识搬出来，郑丽文这一句话更92共识那时候被人家质疑的就是说，你哪有什么个表？个表是台湾自己加进去的，你真的回来看郑丽文那天那个现场的说法，他其实是在承认本来就没有个表，因为我国民党就是认同中国的那个讲法，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所有的东西就是不管怎么样，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就讲说，连那个翻译都知道不对，要把这个字改过来，他手上一定也有原稿，发现郑丽文讲错话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对于国民党来讲，其实我反而觉得啦，因为国民党这一次郑丽文去的时候，很刻意把各自表述换成了叫做反对台独。OK， 一中各表里面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变成了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如果今天再回来对照郑丽文很刻意的去把这个所谓的一中原则跟一中政策在中文字上面做了这个置换的时候，那我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这一次其实如果走所谓的郑丽文路线的话，就代表的是老共说什么我都听，我都吃。那你的权力结构来自于中国的话，对于美国来讲，好，谁要当下一个国民党的代言人？明姐，你是用字不精准，任俊或是刚刚阿川讲的意思，应该是刻意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操作，会是这样。其实郑丽文主席讲一中原则，这不是第一次吧？他从上任以来到现在。这不是第一次讲一中原则这几个字哦，是国民党过去讲一中原则，但是他有讲的是说老共长期来讲一中原则什么什么的，只是他没有避讳这几个字。他讲不论是讲一中原则，最主要是跨越回到宪法的一中的部分嘛。他讲不论是讲一中原则，最主要是跨越回到宪法的一中的部分嘛，就是回归宪法。因为宪法我们治权是在台中金马，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啊。你现阶段你讲主权基于中国大陆，你老可怜了，你要统治北京吗？你北京市长你任命吗？那种哪有可能？就是说在两岸之间，你有取得一个至少那个连结存在，说两岸还是一家人，我现在还可以很多事情可以说得通。可是，在现阶段，就说。跨越说那一个模糊空间，两岸可以交流的情况底下，你不能用这样把它讲说啊，郑丽文就是北京代理人，把它简化。我觉得是民党很喜欢惯用的撕裂的情况底下，如果你把它抽离说啊，你郑丽文代理人，国民党就是北京代理人，就像自由时报社论写的啊，就说北京的人访问美国，你用这种切割的方式好事情吗？你如果共同需要。地缘政治需要两岸关系，需要台美关系，好像现在对民党来讲，他就无法处理两岸关系嘛？为什么？你刚刚讲一中是什么？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问赖清德啊。请问赖清德总统，你的一中政策是什么？你认同的一中是1949年之后的一中，还是1912年的一中？黑不港嘛？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慧珍，可是你不可讳言，郑丽文主席确实是有很多时候他的自信爆棚到让你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我要反对一下那个何启胜，他讲说他是郑丽文是什么名嘴式的膨胀，是不是？不好意思哦，名嘴也没有膨胀成这样，我要严厉谴责哦。那个不知道是讲什么油啊，可以笨嗨成这样子，一般的稍微有理智人也不至于这样哦，不要拿我们名嘴来垫背。第二个是
刚郑丽文讲的 One China，他讲一中原则，但英文是 One China Policy。这根本就是故意搞的嘛！你有一点政治 sense 的人，或者是你长期有在关注政治的人，谁不知道所谓的 One China Policy 跟 Principle 不一样？一中原则是什么？一中原则在美国的眼里，那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合法的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美国知道的一中原则。那他刚刚讲一大串那个内容，什么是一中宪法，什么两岸什么在一中宪法，事实上我觉得那个一中宪法根本也就是鬼扯。你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我们宪法有一样吗？前面几个字就多了几个字不一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就都不一样了，怎么会一样？一天到晚在那边那个意淫似的在那边自己讲就算了，旁边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竟然是翻译帮他在刹车怎么会是翻译在帮他刹车啊？因为翻译知道，如果你对老外讲 One China 这个 Principle 代际大雕啊，那你就是中国派来的啊。那我觉得郑丽文在搞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马英九最后一次出来的时候，2023年的8月，是不是在那个甘肃？那时候他不是在讲吗？还记不记得在前一阵子马英九的那个基金会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在那一次马英九最后在中国出访的时候，他讲，这个两岸叫什么和平统一？什么叫和平？就是不动武。那另外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要民主。什么是民主？就是要尊重台湾2300万人的意愿。结果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马英九还讲一句说：“这个不是幕僚提供给我的。”马英九即便被人家认为说现在可能那个有一点点就是老化的现象，人家也没有像你郑丽文老化成这样啊。郑丽文，你的稿子是老共给你的吧？你的中文的难道是老共给你的吗？为什么老共到后来，我不知道他那一天的接受那个采访是哪一天？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媒体报道，为什么美国取消了国安会官员的，还有一些。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美国接受外媒专访，还有他的一些访谈的时候，他透露了一些本来不应该保密，比如说你见到谁的事情，还有他对于美国的一些政策，事实上让美国认为这个人是不可信的。那现在当何启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郑丽文有一点好像人家对他讲的好听的话。然后呢？然后甚至把自己比喻成孙文，始于孙文，终于立文。大家现在快变国民党快变成这样了，所以稍微有一点状况的人都会出来跟他进行切割。我觉得明贤哥非常的勇敢，到现在还敢那个努力的捍卫他，从孙文到立文这条路，干嘛也刚刚对西楼呢？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郑丽文主席回来以后，在美国访问期间有感受到一些什么？因为廷辉，无人机。本来在原来1.25兆的时候，无人机是在里头。莱茵是告诉你说，有很多摆在就是我们的平常一般预算就好，不需要用特别预算啦，用这样一些方式，所以拿掉了一些，只过7800亿嘛。但现在看起来，当行政院再抛了一个2000多亿的无人机，也是特别预算啊，特别条例啊。那莱茵是说他们自己会不会也要抛一个无人机？但显然就是说，他们也正视到无人机这件事。郑丽文主席是到美国访问完以后，这个思维改了吗？还有刚才讲的那个，如果我不宣布独立，老共你打我，从郑丽文主席口中讲出来说，那我们势必反击，让很多人就觉得，这跟以前他的说法是一样的吗？因为他有改吗？他没有改啊，他在讲无人机条例那一段话。后面那一段话你要记得，他后面讲说，在习近平访问美国之前是过不了的。对，为什么要加那句话？为什么要加那一句话？对不对？那无人机跟习近平去访问美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代表说他心中还是有习近平所以他永远就在盛赞习近平的概念。所以他到美国去之后，不是被披露啊？习近平的手又大又厚实，柔软的像云朵，有没有这一段话？不，现在听说在老共他们那个地方。全部被禁了，全部都查不到这些话。为什么这个？因为老共不可能让他去讲习近平的身体器官嘛，你知道吗？他讲习近平的身体器官又大又厚实，是生理特征，不是身体器官。手不是器官吗？手是生理特征，手是四肢啊，不是对，不能去讲他的四肢怎么样嘛，对不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得罪了圣上，这个绝对不能再对外讲。而且我觉得在国民党内来讲的话，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对美国来讲，他们看得很清楚，因为第一时间这个讯息被放出来的时候，李德伟啊，他说他是跟团去的啊，对，他说没有这回事，拿出证据出来，对不对？结果过没2天，郑丽文就什么证实了说，的确我有讲这个话，私下讲的，对不对？代表什么？你的团队跟你党主席本人讲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不是一个说他可能讲的那一场李德伟没参加，所以他不知道。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这件事情，你可以回头先问一下。对，李德伟要问一下党主席，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对不对？然后这个代表说什么？因为对美国来讲哈，你有什么立场，你有什么主张，其实他们就尊重，因为你个人来讲，你有自由意志，你去主张什么东西，李明博说要跟台湾说谢谢，跟中国说谢谢，他们都尊重，但是我也知道说你是亲中的政权，那我要知道说怎么来跟你交往。但对美国人更重视的是诚信问题，所以说你讲话不要欺骗我。这个才是重点。你要主张说你要跟中国统一，好，你就主张跟中国统一，你所作所为的跟中国统一，我尊重你。那以后我就是不跟你交朋友而已，就顶多就这样子啊。你不能说一会说我要这个又要那个，然后两边都得罪。现在他得罪，为什么在百度或什么东西搜不到这一句话的原因，就是因为郑丽文已经得罪了这个中共了。这个因为他那句话就得罪，他讲说，拜托，你去讲到习近平，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讲，你可以骂共产党，你可以骂共产党什么样无神，这个怎么专政的，这都可以讲。但是你只要讲到习近平个人来讲的话，就完蛋了。但是你只要讲到习近平个人来讲的话，就完蛋了。他那句话是有点，你知道香港那个书局的那个书店为什么那个什么老板为什么被抓？对啊，桂明海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他出了一些书，说什么习近平有小三，习近平有什么的之类的，这不行。当然是杜撰没有错。问题是习近平他个人的状况、身体状况，你怎么可以讲呢？你不能讲的，你要得罪圣上的龙眼，你知道吗？那这种东西来讲的话，这个在中国是犯政治上的大忌，这绝对是大忌。你可以讲说习近平跟人家什么斗争呢？但你不能讲习近平的因为什么样的这个婚姻关系，或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又怎么连接到那边？这个其实他有一个分寸的。OK。那所以他这句话显然就已经得罪北京。那对美国来讲，他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看到的是你前后讲话不一，你那个内外讲话不一，那这种我怎么跟你交往？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郑丽文现在关键不在于说他再怎么澄清都没有用了。因为刚刚讨论什么 One China Policy、One China Principle 那些东西，其实美国人都很清楚，他心里都很清楚。而且我觉得郑丽文早就已经把那个所谓的一中各表92公司的内涵一中各表，整个已经转换成中国要的东西，就是两岸同属一中这个概念。这个两岸同属一中，其实中国早在后来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早连战去的时候就已经变质了。那当时马英九还是支持一中各表的概念。现在来讲的话，国民党整个本质已经改变，它变成党主席讲了两岸同属一中，变成是92公司的核心精神的时候，就已经跟中国是完全一样了。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中各表你表到最后变成两个国家嘛，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这个两国论的概念嘛。那所以中国不要，中国要的就是两岸同属一中。所以你看到他不管怎么样，在任何场合讲话都是以习近平为中心，这才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刚才廷辉前面讲到，明显，那对，尤其刚才特别讲到，对郑丽文主席来讲，他所讲的那些所有的一些的话。那刚才特别提到说，他会去犯了老共的大忌。你们跟老共之间接下来关系会跟以前不太一样吗？我常在你们节目批评习近平啊。我这里讲到圣上万岁，圣上万岁，没有，我也常常批评他独裁啊，我也常常批评他专制啊。我一样，我大陆一样去啊，我一样交流啊。我上个月才刚去北京而已啊。我今年选举没有时间去了，我之后选完我还是会去啊。所以对国民党来的立场。老共跟我们本来制度不一样啊，他就是专制独裁啊，这是事实啊。他在经济上有进步，甚至很多科技比我们领先，甚至有一些是超越美国啊。可他的政治体制就是专制独裁，被拍谁？习近平都独裁啊，就是事实啊。独裁我也没问题啊，一样我也讲啊，我一样可以交流啊。那问你能不能去？所以对国民党来讲，
不是气管，肢体。对啦，所以你就事论事情嘛。对国民党来讲，你就是两岸持续交流，在台美之间求取平衡嘛，就说两岸之间经贸文化都是可以互相交流啊。对民进党来讲啊，你就是始终就美国关系而已嘛，就说不要把在野党各种努力维持两岸。过去包括李登辉执政时代，甚至蔡英文执政时代，甚至阿扁执政时代，会把在野党当作两岸之间的刹车皮啊。你现在连刹车皮都没有，你用 K 东啊 K 掉一样，两岸之间就变爆冲了嘛。明显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刚才讲说那个无人机条款的那件事情，国民党现在是态度有改变了吗？但是如果有改变，为什么要再加那句话？就是9月习近平去访美前，这个也不会通过，为什么要加这个？我不晓得，党主席他讲的方式是怎么样了？我觉得可能就说他希望就说美方也要支持说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啦。然后第二个包括第二项军售140亿美金，这个赶快批准啊！你说台湾有需要，你赶快批准啊！所以现在决策说。阻挡军购的不是在野党，而是那个美方川普一念之间嘛。第二个，对于那个就说无人机的一个部分，包括立法院也支持啊，说相关的要提出来啊。可是今年的总预算各部已经编了192亿的那个相关的无人机的采购，你国安部要编没问题，内政部要编，因为警方有需要，我也去看过，包括台北市无人机我也去看过嘛，有一些包括锁定的，包括军用高规的都有，我觉得该支持。可是很多部会该编的，比如说退伍会、核安会啊，财政部也有编无人机预算。你们现在也同意要弄特别条例啊？对，可是包括很多立委认为说你要用特别条例吗？还是说编到年度预算也可以？立委是分2级的，立委说你不要空白授权，或很多是编到说。不该给了给，我觉得说这份该监督的还是该监督。国民党已经说他们要提出自己版本。对啊，是啊，而且卢秀燕在嘉义的时候就提了，这一定要过啊。为什么卢秀燕、为什么江启臣他们要支持？中彰投嘉义都是无人机产业重要的群聚地嘛，都是选票嘛。那你今天来讲，在地的地方首长都这么支持的话，你党中央无人机没有人反对，我讲的。不能让说，我完全没有经验。比如说，庭辉老师一开钱公司，你来做无人机，你来保证。我一样，我有听到很多跟我很好的朋友，在协会里面，他们开始要引进乌克兰的技术进来，说，打开用微包去得，你不要把它变成无人机，变成跟光电一样。这个该监督还是要监督啊？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外交国安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知道台美合作的无人机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清楚的去了一趟美国，美国人一定会跟你讲为什么需要做无人机。这无人机不是台湾单独让自己买无人机，或者单独生产无人机，这个跟第一岛链有很重要的关系。那去过的人就知道了。所以郑丽文还没去之前，国民党对无人机是挡的。5月份钟嘉宾提了一个案子，直接在立法院。进到院会的时候直接封杀，不准讨论，就整个再退回去，连进委员会都不准就整个封杀。然后行政院一开始提的，行政院是上礼拜提，上礼拜一提，国民党也说不能空白授权啊，然后民众党说不能空白授权啊，怎样讲了一大堆啊。郑丽文一回来说要提，国民党就说支持，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会告诉你台湾为什么要发展无人机，而这件事情我们。在国安外交委员会是机密会里头，里面的文字、数字都讲得很清楚。开过来，每个人都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单纯的说去买一台2万、3万、200万、300万的无人机，不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为什么今嘛你卢秀燕起登来嘛，讲要无人机啊？然后这个郑丽文回来也说要无人机，国民党外交国安委员会那些委员都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本来这一个韩国也希望陈永康跟他一起去，就是很清楚，因为陈永康更清楚为什么。所以国民党现在如果用这些技术性的这一个干扰，因为钟嘉宾那个已经被干扰一次了，行政院现在也提了，就3种无人机都很清楚，那个用特别条例。那如果大家还要回头到很小的那些题目就是说为什么要被归逮，再讲一遍。这个是台美的，这个是整个第一岛链无人机的布局在台湾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再去谈说无人机也避光电，无人机会变什么，又变贪污。他说绿油油会不会在这里面？又讲一大堆。你讲完这个话之后，为什么台中那3个立委现在紧张啊，卢秀燕紧张啊？因为那些在台中的产业都直接跟他们讲说啊，我们是绿油油呀，啊，我登记支持你呢，啊，你安尼讲的了，啊那我拢民进党的呀，要选举搞钱，你拢来找我有个民进党的呀，就是。这件事情都被骂了啦，就是被台中那些做无人机相关供应链的人都被骂了啦。所以现在台中那个什么 F3加卢秀燕，现在极力在推无人机。罗廷伟当时删掉无人机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要没人要的无人机嘛。你起码叫罗廷伟个攻击岛啊，他不敢讲了啦，因为所有的无人机相关的供应链的产业都开始骂人了。OK， 但范老师，看起来郑运文主席回来以后。问题才开始慢慢浮现嘛，相关的这些。但换一个角度，因为韩国瑜院长现在在美国访问，有人说美国刻意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是去创造一个对比。但换一个角度，因为韩国瑜院长现在在美国访问，有人说美国刻意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一方面是去创造一个对比，另外一方面等于算是韩国瑜院长韩国瑜院长、卢秀燕市长这些，在整个未来2028大位的竞逐上面，他们等于是往上变成一个核心概念，会是这样吗？的确，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瑜要赴美访问，其实蛮临时的，就是在5月27号他参加 AIT 的那个国庆酒会嘛，就美国今年是建国250年，然后就放出了这个消息。然后距离他这个礼拜就是昨天出访，连1个月时间都不到，大概就半个多月。所以你看他们这次连机票都快订不到了，因为现在他们直接要到这个美国直飞的班机，现在班客满嘛，因为快暑假了。据了解，他成员里面都是应该要坐商务舱的，结果竟然现在听说是还有1位委员没办法坐商务舱，只能坐经济舱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说，为什么那么急？因为我们知道郑丽文是5月30号出发，韩国瑜是5月27号宣布被宣布了，其实还不是韩国瑜自己宣布，是 AIT 帮你宣布的哦。那等于美国在操作什么事情？就是我要做个对比嘛。如果韩国瑜半年后再去，就没得比的嘛。就是正在郑丽文要出访前宣布。然后郑丽文回国后，韩国瑜出访，然后这就可以比较说，我们等着看这个礼拜啊，这是郑丽文全部没见到啊，所以我说他4个没有嘛，到了 AIT 没见到蓝英，没到国安会的这个艾森豪大楼，没见到简以荣，然后没进到这个国务院，然后也没见到副助理国务卿，5个没有。我刚正要讲，不是4个，是5个。我在五大皆空，5大皆空。那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大家会做比较？跟张明贤讲说，我们都在给国民党挑毛病的嘛？没有啊，卢秀燕去美国访问，民进党没有说什么吧？卢秀燕这个到欧洲去访问，民进党没有说什么嘛？这绝对不是说针对国民党，是人的问题嘛？你出发前说什么？我不排除见这个川普。你把你的调子抬那么高嘛，你抬那么高，大家才会放大检视嘛，然后会做对比嘛，对比发现怎么差那么多，然后才会质疑你嘛。而且你去看，现在消息一直不断的传出来哦，包含侨宴，很多侨胞觉得啊，他们付了钱，结果没回收，什么这一大堆事情。还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哦，说郑丽文在美国国会遇到一个众议员，然后他跟他要求自拍被拒绝，有没有这些事情？我问你，这件事情谁放出来的？你说电梯的事情，是郑丽文的幕僚说的吗？不可能吧？应该不会吧？是秦日新说的吗？还是这个什么袁建生告诉媒体的吗？不可能嘛？那会是谁？我跟你讲，今天如果我是郑丽文，这个国会议员他可能不认识郑丽文。这个人说我是台湾最大反对党的主席郑丽文，把名片拿出来。我们合拍一张好不好？我认为美国国会议员如果不认识郑丽文的话，他一定说 OK 没问题，这个礼貌嘛，也无伤大雅嘛。为什么这个国会议员会拒绝？他认识郑丽文嘛，他讨厌郑丽文嘛，所以我知道，我如果不认识你，那没关系，他来合照嘛。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不欣赏你，所以你的要求我拒绝。啊，那这个新闻是谁？这个讯息是谁透露给媒体的？
就是一定是这个美国这个议员嘛，或他助理嘛。所以为什么这个消息会出来？那个电梯能够坐多少人？坐50个人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就顶多20个人嘛，还是那个电梯小姐。不过现在电梯应该也没有小姐了。电梯先生，现在电梯先生帮你按电梯的，都透露给媒体。所以为什么这些会纸包不住火？所以这些消息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我要讲的是，郑丽文这次被美国死当死当啊，死当了。所以美国已经认定你不合格了，给你那么低的待遇，不但没有见到所谓的副助理国务卿，还什么见到一个什么科室级的官员，就最低层的嘛，就我就屈辱你嘛。我就给你难堪嘛，那问你，他见到科室级的这些官员是谁放出来的？我相信也不是秦日新吧，也不会是袁健生嘛。但我要讲的是，很让我不可思议的是，郑丽文其实这一场去美国，一般来讲，你像这一次韩国去，所有到美东的行程，进华府的行程，一定谁在安排的？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安排的，亲自部署，我认为郑丽文这是去美国 ，AIT 根本没有做任何部署。那你怎么敢去？可是他们很早以前就，我记得是郑丽文他们很早以前就宣布了说要到美国去访问。对呀。然后那时候大家也在问说，那是你们自己要安排那些，还是因为一般如果像最大在野党去的话 ，AIT 如果乐见，他应该也会协助说看要做什么。对，那你这等于是盲目之旅你根本不晓得你到了 DC 会见到谁。好，就算你说 AIT 不重要，我们有自己的线，对不对？秦日新当过我们驻美的副代表，这个袁健生2008年马英九当总统是我们的驻美代表，是我们有自己的线，我不靠你 AIT， 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定了吗？这两个都是资深外交官就外界说这2位外交官叫晚节不保表示你们在美国的人脉完全用不上，这不算。他们其实郑丽文还有备胎。据说他找了2到3家的公关公司，那这公关公司也发挥不了效果啊，所以他应该去找那个卡西迪啊，卡西迪当初李登辉访问美国去抗大的大学的时候，用的公关公司嘛，这家可能比较有用嘛，他们可能找错家了还是怎么样，所以你看就是四处碰壁嘛。那因此我要讲的是，郑丽文除了被美国可以说被死当之外，我跟你讲，他现在可能会被中国开除啊，你怎么说习近平的手？软的像云朵一般。习近平最自豪的事就是我的手上都是茧。为什么？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1969年1月，他是被下放到陕西的延安梁家河大队。他当时讲他这辈子最光荣的事就是扛着200斤的麦子走10里3路不换肩。那假的啦！好，对，谁揭发的？郑丽文揭发了，全部人都知道是假的吗？假的没人敢说出来，现在谁说出来了？郑丽文说出来了，是所以郑丽文人家说出来了。对啊，我以为中国人都知道是假的，中国人没有人敢说是假的。好，因为这是一个神话。你说这个跟云朵手有关系啊？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习近平的手是布满了厚茧嘛。他当时不只要扛200公斤走3路，200斤，然后结果台湾有一个那个 YouTube 的健身达人叫健人盖伊他真的学他他搬着100斤去擎天岗去做直播，结果只走了200公尺就跌倒了。而且我要补一句习近平曾经见过泰国总理，跟泰国总理讲说他的手小，抓不住篮球，所以他只能踢足球。所以今天他又讲说习近平的手又大。那到底是习近平的手大或小？我为什么是讲这个？因为任何独裁者、任何独裁国家，他的领导人最不希望人家谈他的身体。因为你一直要谈他的身体，就是泄露很多的国家机密。为什么金正恩还有他的爸爸，还有他的阿公，一定要出访莫斯科的时候，要把他的大便都带回来，就是不要让人家检查他们那些东西。他不止出访莫斯科啦，对，我知道，他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全部都把东西带来，全部都要用自己的。为什么？不要让人家知道他身体状况嘛。所以今天习近平最讨厌的就是人家说他身体。所以我觉得郑丽文不但被美国死当，他可能会被中国开除。那我会觉得两面不讨好的结果就是如此啦。那最后我要讲就是说，其实郑丽文这次的行为，这次到美国去回来之后，他为什么改变？被敲打了嘛，他必须要改变嘛，不改变，我问你，年底国民党选举怎么办？这个你觉得郑丽文对年底国民党选举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持一个负数的看法？当然啦，刚刚讲到无人机的事情就很清楚了嘛，这是有关于产业嘛，它不分蓝绿嘛。
那你国民党是什么态度 ？OK， 你要等习近平访问川普回来再决定，那表示你国民党还是受制于这个北京嘛。那我要讲的是郑丽文为什么虽然没有 CIA 没有 AIT 啊，不是 CIA 没有 AIT 的安排，他还敢去美国，他可能有自信，因为川普在5月访问北京，5月16号接受福斯电视台，他说我不希望看到有人搞独立，他说我们要飞越9500英里去打场战争，我不希望那样。所以郑丽文以为说，哎呦，我跟川普的立场一致哦，我也反对台独啊，我也不希望美军为台湾牺牲啊，我跟川普应该是亦步亦趋喽。所以我到美国去应该会受到美国的关注，而且美国应该对我很有兴趣。结果美国根本就对他没有兴趣。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蓝绿两边现在都面临到有另外一则，明显直接请问一下，像那个周学伟。他口中，他那时候讲到一段说什么中国导弹是在保护台湾或什么，你知道这句话出来，对很多人听了，你如果问阿川啊，来阿川，你对这句话有什么想法？你说周习伟讲的，对啊，不是这个很难回答，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他好像是说，是不是有人要打台湾，然后中国的导弹是要保护台湾？那台湾的东边就美国啊，台湾的北边是日本，那是日本要打台湾还是美国要打台湾？搞不太懂。对，但是他讲他站在中国的立场在看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其实有点硬凹了。来明姐，这段话对会不会连带的影响到国民党？我不晓得他的前后文论述是什么逻辑，我没听过了。不过我不会这么认为了。中国导弹，你对台部署导弹，你包括对台当面敌情，这对台湾来讲都是一个军事威胁。你不论包括共机扰台，你甚至东部海域是这样的，东部海域日菲要针对111专属经济海域划定他们经济海域的时候，当然民进党你自己上权辱国，自己不去谈是一回事，可是老共的你的海警船出现在我们111科研船出现在111，这是不应该的啊！你就国际法来讲，你渔船在国际海域，在111经济海域有自由通行权，可是你科研船经过的时候，你要取得当地国的同意嘛？你老共的科研船过去，都不论是什么船，什么叫你东方红或什么，都不应该啊，这是违反的啊！所以你不论是相关的对台的，只要动了部分，所以立文主席讲的也是啊，只要你不。台湾如果不法理台独，不进行任何动作的话，你老共打我，当然反抗到底啊！当然也不是说拿一根扫把打到底，要实际做。对国民党来讲，增进台湾、增进中华民国自有防卫力量，本来就是啊。那无人机，当然我们支持无人机的产业啊，只是说你不能给空白授权，不能给不应该的或乱七八糟一些厂商拿到就得到标案，这该监督也要监督啊。在党该监督，你们该支持还对，不能说啊监督全部都给。明先请问一下，蓝营最近对那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讲那个凤梨世家，你们觉得他讲那个地方哪一段会觉得伤到了农民这些？哎，我自己是屏东出生，我很多亲戚老讲都种莲雾种了，我遇过他们最大的天灾啦，还有第2个台风来嘛，嘿，规个树啊烧了了，也真的欲哭无泪。所以对农民来讲，第一个最怕天灾，第2个最怕盛产，果见伤农。那梁文杰讲的那一句话，他当然是我前同事，可是我认为他是嘴见伤农嘛。那梁文杰讲的那一句话，他当然是我前同事，可是我认为他是嘴见伤农嘛。你讲那一句话，有必要说台湾没有人吃凤梨世家？凤梨世家在台湾已经20几年了，也不是这1-2年，而且它目前大概6成出口，其中4成多是在台湾呢。还有包括过去农业部农委会之前全身一直在辅导，包括陈莹他们，还有包括庄瑞雄、外雄清啦，他现在在台东嘛，他也在帮他们多少做努力的时候，当梁文杰讲一句话说台湾人都不吃的时候。这就会不会影响？有人认为绿野人这陆委会背书了，我就不买了，会不会造成说价格波动？搞不好价格会都掉价了。所以很多陈营啊，很多绿营的政治人物跳出来说，认为梁文杰讲法不当啊。好，你要抗中保台，你没特别话没要紧。所以这是我刚刚在讲的嘛，就说两岸各自政治争议、文化经贸交流也可以啊。譬如说，好，刚刚民党可能川人党来讲因为你大陆的关税嘛。你当提高关税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谈？美国对我们多农产品多少提高关税啊？我们一样，郑丽君可以去谈。
谈。那问题如果大陆你对台湾哪一些农产品提高关税的时候，我们去谈的吗？没有嘛。所以现在两岸不交流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是像农民啊，这个梁文杰讲那个应该是梁文杰家己嘛，捌食过啦。我安尼讲嘛，或者是说他吃过一次，他觉得不好吃嘛，或者是他的周遭他也很少看到有人在吃凤梨世家，应该是这样。那因为凤梨世家这个水果，它的这个买来跟吃之间的这些习惯跟台湾人平常时在水果无啥讲啦，因为它不太容易辨别它熟了没啦，所以你买回来，你除非切下去，不然你不知道它熟了没啦，然后呢，因为它的口感跟一般的世家的口感又不太一样啦，所以然后它的产期，就是说它可以吃的那个产期又很短啦，所以在台湾的市面上卖凤梨世家的，就是农历过年那一段期间在卖，有一些就最后就拿去做冰棒，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世家冰棒基本上就是凤梨世家。那个就是很多拿去做这个冰棒，所以现在你在市面上，现在此时此刻你能吃到的凤梨世家就是冰，然后这个到农历过年才会有。那第二个就凤梨世家这个故事，当然就是反正他就是台东的农民种了一堆嘛，然后台东农民又跑去中国教中国农民怎么种嘛，在黄建庭当台东县长的时候，那时候去教最多了，所以台东就是中国就种了很多。那中国种了很多，中国人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水果，他们也没有很抢手，所以你才会看到中国的这个凤梨世家，它也不是说是一个大家要抢着吃的水果啦，那所以当台湾的这个凤梨世家卖去中国，又被提高了，又有关税壁垒一拉上来29%的时候，其实农民现在卖到中国的凤梨世家的产量是低的啦，就说列蛋卖出去的数量是低的，那低了当然也重了重了就在台湾嘛，那台湾就2条通路嘛，一条就是到零售市场卖一颗一颗卖，另外一个就是拿去做冰嘛，大概是这样。我是觉得这样啦，水果很多啦，那这个各式各样的价格，有些人譬如说你讲这酸芽蛋没去堆，它已经都变精品了，因为很多，比如我举个例，譬如说荔枝啊，台湾的荔枝卖到日本啊，它是有技术的，因为奶机只要一上船，就准备 OK 啊，所以像中兴大学他们就去发展了那个奶机荔枝，怎么让它到日本的时候是新鲜的，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术，那特殊的技术就要一直加钱嘛，所以卖到日本去的时候就变得很贵很贵。那所以对台湾的农民来说，这一切都是政府在协助啦。那政府有没有协助这一个凤梨世家？政府当然，凤梨世家出口到中国去，伊不是一粒一粒去的啦，伊嘛是拢切的去的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很多的这个水果，台湾有很多水果出口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它有些已经是被加工过了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方老师就觉得对郑丽文主席年底这场选战，方老师觉得是个负数。但是你如果问郑丽文主席的话，他很信心满满的，或者郑丽文主席就告诉你说，就彰化很紧绷啊，那他会强力辅选。第一个越艰困的，譬如说南部的一些地方；第二个彰化、新竹、宜兰，他会强力辅选啊。显然他信心满，觉得他去会加分啊。但是人家会希望他去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家会希望他吗？包括你不要说刚刚你讲的这个3个地方，连选情相对来讲比较稳的台北市，人家问蒋万安说，那你会希望郑丽文来帮你选吗？我们绝对会尊重主席，然后就开始扯，对，怎么党部，反正他就是不讲啊。那个李四川也是，就是不直接讲当然他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什么吸票机啊，不敢讲，完全不敢讲。那为什么会这样的现象？真是因为郑丽文跟台湾选民的距离我觉得应该比台湾海峡还要来得宽啊，就是太遥远的距离啊。美丽岛电子报在上个月所做出来的民调，有高达51%的人认为郑丽文是不可信的，那相信郑丽文呢只有23%，比相信国民党的31%还32%还要来得少。所以一个党的党主席对于一个党来讲，不是加分，不是资产，而是负债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些选举的人都会跟他维持一个距离。那我觉得
反而是这些各地方的巨头们，不管是台北，刘先生跟黄敏惠一起去拉抬对张启凯，对。反而是应该这样讲啦哈，张启凯呢，他也是把小之后包括是连他自己的竞选操盘人是谁，柯文哲，柯文哲多久没有站在他旁边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今天是郑丽文想要去帮张启凯辅选在旁边，你觉得张启凯会愿意吗？他连自己的荣誉党主席都避着不见，然后何况是你们这个败票的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那所以你光从张启凯这一个，你看他旁边站了2个国民党的，华秉惠跟那个卢秀燕，你就知道有票的他们才敢找啊。那如果说连张启凯其他党的都知道有票的才敢找，有加分的才要，连他们自己民众党的都不一定会加分情况之下，他这个旗子紧紧握住的是国民党的授旗那你如果郑丽文，你对你们党有加分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会不找你吗？为什么到现在我刚看他最近一个行程，好像是跑到新竹，然后去跟一个什么小组的，还不是说新竹的包括你熟的高虹安，或者是说你们竹北或者是新竹县的徐欣莹，还是说竹北你们是不是要协调出一个共同人马？还是说现在感觉像那个邱成远跟那个吴志旭是不是2个人好像也对，好像2个人也都还没有调拢？那你应该做的是这些事吧，调和顶鼐吧。怎么会是跑去一个新竹什么东西？好像是他们党部的一个小组的交接，党主席基本上应该这种地步。我们如果要是把那个选区如果划分的话，其实赢太多或输太多，也许影响都没有那么大了。对，那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尽量输的，希望能够扳平胜或赢，然后赢的人希望能够持盈保泰。但是尤其是任俊那个5-5波，好，我们讲白了啦，新北一定是大家接下来关心的重中之重嘛，因为目前看几份民调，川普大概领先个5%以内，那甚或有一些民调可能再近一点，所以他大概都会是这样，在那种5-5波的地方，郑丽文呢？这就考验国民党人的智慧了啦。就我刚刚提到嘛，如果说郑丽文现在认为他其实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的结构的核心，不是在国民党人多挺他。而是因为他跟习近平见面，可是这些对于其他的国民党人来讲，这是不是一件他们可以获得权力来源的一件事情？我们讲5-5波的新北，目前看起来大概会打的跟麻花一样的嘛。新竹县，如果你知道上礼拜年代民调中心出来的那份的话，也是那大概也是5-5波的在，所以这是为什么郑丽文特别要挑这些彰化。本来大家都说对国民党来讲这一局恐怕真的此路多艰，但没想到冒出了一个邱建富，然后搞了一个就国民党人突然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机会，所以郑丽文就把彰化也纳进来，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紧绷，所以他越紧绷他越要去啊。但问题是这些地方的紧绷是因为本来选情就紧绷吗？还是因为前面国民党自己制造了紧绷的机会？你刚刚提到那几个县市都是这样的啊。新竹当初的初选就那几个县市都是郑丽文硬给人家换掉的。原来朱立伦排的都不是这些人哦。对，就是党中央很努力的去插手啦。好，其实我不认为郑丽文会不想要辅选，因为我刚刚讲，他当然想，我是党主席耶。因为他虽然内心认为他的权力是习近平给他的，可是他的基础必须来自于是国民党要能够愿意让他继续当党主席啊。就是国民党如果不让他继续当主席，你就算再见习近平，那就怎么样？国民党现任党主席见过习近平的，现在就在政治上很有 power 吗？其实也没有嘛，最后就往中国走嘛，所以我觉得当郑丽文这一段时间那个言论，为什么他必须要在无人机这件事情稍微往回调一点？他必须要获得国民党地方诸侯的认同啦，而这些诸侯讲难听点，那个几个要选县市首长的或干嘛的，现在也被美国高度关注嘛。他必须要获得国民党地方诸侯的认同啦，而这些诸侯讲难听点，那个几个要选县市首长的或干嘛的，现在也被美国高度关注嘛。你说卢秀燕何尝不是这样？
韩国于是连美国都公开去跟他讲说，谢谢你啊，我们的这个 AIT 到这个立法院来跟你拜访啦，谢谢你这个所做的这个努力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郑丽文来说 ，OK， 你现在要开始跑，可是我不认为他的问题只有在所谓的国民党内部或地方的五五波而已啊，包含到刚刚提到的像那个柯文哲的状态。邱成远现在要进来的这件事情，那老实讲有解吗？也无解啊。而且柯文哲对这件事情，如果照媒体讲很强势，好，那他甚或觉得那国民党那邱成远你就给我选到底，他也没有要蓝白之间再去讨论了。邱成远本来就想选呐。我先讲，邱成远本来就想选，那他当时因为高虹安回到新竹市政府之后啦，那很快的邱成远就有了下一个的动作嘛。那有据传就是说，是高虹安的人马回来，就是回来之后觉得对邱成远有一些在代理市长里面的是一些不满，但不管怎么样，这件新闻最奇怪的是，请问柯文哲现在在民众党内的身份是什么？那个院长，就那个院长嘛，对。为什么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对啊，那为什么会是柯文哲坚持在所谓的人选的部分去进行调控？等一下，而且这件事情最吊诡的还有一点，黄国昌不是才说他跟郑丽文两个人有面对，他讲他面对面谈过，没有啊，他没有来面对面谈过。对他讲说他们俩面对面谈过，他相信郑丽文对他的承诺是。那看起来他们好像黄国昌跟郑丽文。要不就是你要让我竹北要让我白银的人选，要不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机制或什么，不管。可是阿北那个就是横空出世，突然来一个就是跟你说，你就给我选到底。那对于蓝来讲，包括你说杨文科他们还在讲说，大家要不要协调一下？没得协调啊。我觉得有时候主持人太聪明就会这样，你知道吗？我们提一个头，主持人就会发现到我们下面要提出的那个问题点。奇怪啊。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到目前为止，好，你跟我讲，民众党到底在整个的选战里面的操盘，理论上面来讲，应该是黄国昌。当然啊，因为他跟郑丽文有面对面，特别是您刚刚特别提到的，他相信郑丽文给他的承诺。请问你们私下暗盘给了什么承诺？我现在好奇啊。因为本来大家公开台面上面就那几个嘛。你们就那3个，对，就那几个县市，没有后来的哦。但是你黄国昌后来讲说，你认为因为你自己公开说嘛，你们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承诺，对，请问他承诺了你什么？我不能理解。再来就是你那个承诺，柯文哲知情或不知情？因为现在的看法是柯文哲的讲法，那媒体报道柯文哲的态度是，你邱成远就给我进去选，对，我今天不管你国民党让不让，我今天就这样做。好，那问题就来了。当你这个讯息出来的时候，同步的是，那民众党在那个地方里面，我跟其他的国民党参选人的互动怎么办？没有啊。现在看起来黄国昌只走一个新北，然后只走一个就是好，我今天我这个我特别看了一下，他还做了一个背板啊，什么黄国昌啊，什么什么什么，你是配角好不好？你不是重点，重点是李四川嘛。OK， 你看连台中江启臣也跑去说，来了，我们。所以我就觉得国民党的连线，他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一站有没有民众党。其实老实讲，民众党永远不会站在C位。可是当柯文哲很努力的在其他的县市里面，柯文哲认为我民众党要站在C位的时候，请问黄国昌，你的态度跟柯文哲是不同的了？等一下，明显两个，第一个，郑丽文主席在年底这场选战，刚刚来宾讲到说，会不会有一些地方，连刚才讲的那个李四川跟蒋万安都被拉出来讲说，会不会怕郑丽文主席？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个竹北那一局，柯文哲那个态度是摆明了就是不理国民党吗？老讲县长选举，大家都老江湖了，大家看选举看那么久了，怎么让选举的关键？第一个是候选人嘛，候选人定了大概就定60%的嘛，其他是看大势啦，在那谁出来，差不多谁的谁对下去啊，讲的那个事嘛。所以党主席在这一场选举里面输赢到底要占几趴？老讲没有那么大啦，打开老刚我讲这一些不是讲外行话吗？党主席对巩固基本盘有帮助，你不认识赖清德也是这样子啊。可是赖清德的他的辅选的他的所有的加成的效果，现阶段显然是输给蔡英文嘛。所以很多民党的很多包括要参选的县市首长都要蔡英文去爬山，因为蔡英文相对比较软性嘛，比较中性，比较调性。赖清德现在仇恨值高啊。然后你对那个对郑丽文主席一样，郑丽文主席现阶段的辅选能量是比那个包括蒋万安
甚至韩国是稍微弱的嘛，这也是事实啊。可是选举是这样的，选举就2票嘛，选举钞票选票要钞票跟选票啊。所以第一个就说你下去声势造起来是一个，第二个粮草也要到位嘛。所以主席第一个前阶段是协调好，然后地方整合好。在竹北是这样子啦，竹北我们的那个原先4个嘛，后来是吴旭是出现嘛。那地方在地方也踩得很硬啊。我们原先蓝军内部也说。寸土不让，不跟蓝白整合。那现在提名完之后，包括吴旭志出现之后，我觉得进一步还是会整合啦。我听起来是这样子啦。可是因为时间不等人，就要尽速啦。竹北是这样啊，包括我们很多，当然竹北他不是县市首长嘛，那竹北他是比较跟就说他是县辖市嘛，跟乡镇。可是新竹县决胜关键就在竹北，他是最大票仓啊，所以民党才提名竹北市长下来征召嘛。所以现在是这样子啊，谁在竹北市？如果国民党原先在竹北市，现在徐熙莹是竹东比较强，他竹北比较弱，所以竹北如果假设这一个他完全礼让给白营或跟白营寻求整合的话，必须不能完全让啦，可是必须如果没有白营的支持的话，竹北如果得票太差的话，可能会联动到新竹县哦。我问一下，曾庆文主席跟黄国昌有什么承诺？我不晓得有什么承诺，应该没有，就说双方合作。黄国昌讲的，他公开讲的啊。郑丽文主席，他相信郑丽文主席对他的承诺，就说蓝白合作会顺畅啦。可是如果有争议的话，还是要回归到提名机制来做整合、做民调、做整合啦。我觉得我了解的大方向是这样，并不能说两方有暗盘，然后导致柯文哲必须要坚持到底，跟黄国昌撕破脸，应该是不至于啦。可是譬如说我刚刚举竹北啊，我们内部我听到我们县党部讲说，竹北我们寸土不让，我们提自己的，即使撕破脸3哈都也无所谓。可能这样子吗？如果在竹北这一局蓝白没有整合的话，牵动不是竹北而已，新竹县整个都会导致影响，甚至会联动到新竹市。新竹市高虹安接下来民党奥包啊，就这样官司给他弄到9月宣判，到时候会影响到提名的问题啊。后面这一段表示民党可以操纵司法。当然很多人这样讲嘛，我们担心啊，民党早不宣判晚宣判，给你弄到正式登记之后才宣判，这不是奥包吗？选举前宣判有事，选举后宣判也有事。宣判也抓去关。都一样。你哪个确定是抓去关？如果搞不好是没事呢？所以人家悬在那里嘛，对吧？你永远都在选举啊。把您这中瓜，2028也要再选。您这中瓜主场的您遐嘛，你们可以掌握游戏规则啊。这是您国民党较早习惯啊，还是我是？不，您怎么学了？您怎么青出一蓝胜一蓝啦？要32哈，要32，国民党不，您都学了呀，您专门学了，真厉害。对，这边很对，因为刚刚明显提到机制的问题啊，但是因为在新竹就没有那个机制。要32，国民党2，你都学了呀，您专门学了，真厉害。对，这边很对，因为刚刚明显提到机制的问题啊，但是因为在新竹就没有那个机制。对啊，因为刚刚提到像主持人提到新北那个新北宜兰嘉义，对，那个是前面就有谈过，就谈好，就是说好，我们双方都确定会有候选人出现，然后我们再来比2K，就是2阶的民调嘛，因为1阶就各自挑嘛。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个邱成远的状况，其实不是，是因为你其他的都没有这个机制的存在，你本来就是我国民党只想走自己的路。那所以刚刚明贤会说，他地方上有听到有些人觉得说不行，我就要自己走。那你说啊，也不能这样，会撕破脸。可是现在摆明要撕破脸的，其实是民众党啊。也就是民众党用硬推人选的方式，我逼着你说，连国民党来跟我谈。那你国民党如果连这一块你也守不住，是不是就会重演到以前？就是说，好，那我叫我国民党人再退。那这种退下来，其实这种退的方式对国民党来讲，从上一次林耕仁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希望避免，但这一次没有啊，直接又再硬生生发生在很多地方。可是范老师，你会发现熟悉的柯文哲是不是又回来？这一仗在竹北，他摆出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没有要退。两车对撞，我没有要退，我的方向盘就是打死，油门就是踩死往前。新竹杨文科县长，现在县长是新竹党部的主委，他们的说法是大家来协调嘛，就蓝白有机制嘛。你知道这两个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柯文哲就是我就是油门踩死，没得讲，要不就你退。刚才明显讲出另外一个对蓝营的隐忧，如果竹北有失。新竹县可能会有失，是有可能嘛，对不对？那是街亭呢，对，是街亭失守还得了？
所以现在柯文就这样，我知道你们的弱点在这个地方，对我就咬死，我就往下，只有你让我，没有我让你，就这么一回事。要然竹北沙卡都大家都挂了以后，你新竹也丢掉，那这样国民党还玩什么？我想这2天知名度忽然增加，就是竹北嘛。那竹北是新竹县的县府所在地。而且它这几年的这个，它基本上占新竹县的人口比例非常高，而且这几年非常多的科技新贵，对，他买不起新竹市的房子，他在竹科上班，还想去住这个竹北嘛，所以那边你去看，而且现在的这个市长也可以说是这个建设的很好嘛，大家都觉得，所以他本来一直在犹豫说要不要选新竹县，因为他要连任基本上是没有问题，那因此我觉得现在就变成是火车对撞了，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产生出人选了，是啊，虽然我叫不出叫什么名字，吴旭志啊，吴旭志啊，你是我刚刚已经讲过一次，你都没人听啊，你我现在又从右耳进左耳出嘛。好，那吴旭志的知名度，但是他的地方扎根很深了，因为邱成远他本来是新竹市副市长，对，他跟竹北没有什么关联性，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认为到最后如果最后要搞民调的话，邱成远一定输了，不一定，一定会输了。因为在这情况，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没有在怕嘛，就是实力原则啊。对啊，可是现在柯文哲好，你看黄国昌是说不管他那个承诺是不是你要让我白银还是什么，但他是说有个承诺，但是柯文哲也不管你们那个承诺或什么，柯文哲摆明了态势。我现在讲那个是你知道选举有时候就是一个势嘛，而且柯文哲的态势是我完全不管你们，只有你让我，没得我让你。看着办。我跟你讲，这个承诺都没有用啦。你看，记得二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德国还跟苏联签了互不侵犯条约，说撕就撕啊。当我觉得我的实力比你强的时候，我当然就进军苏联了嘛。你为什么要举苏联这么远？你可以举2024内战蓝白之间6点协议啊，那个不是比较近？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念历史嘛，有历史感嘛，对不对？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对，小弟我还多读了一点书嘛，知道。好，来继续。所以拉回来谈就是，当然，所以我觉得政治本来就很现实啦，绝对是现实主义啦。当初的承诺是因为国民党可能一方面当然希望能够蓝白合，但是我觉得这种政治的承诺都是很经不起考验的，更遑论。郑丽文现在真的能代表国民党吗？他不能代表国民党吗？当然不能代表。有80%的人不管两岸路线什么，有80%都是挺他的。到最后，郑丽文如果真的愿意让给黄国昌，说好我就让给邱成远出来选，你觉得竹北的就脱党参选的嘛？他有实力，他跟你怕什么？他不是在靠国民党，是国民党在靠他。那我问你，那怎么办？那变成沙卡都了。沙卡都对谁有利？对民进党有利。当然，那如果竹北这个被民进党拿去的话，那新竹县就摇摇欲坠了。我觉得那对徐欣莹，这2天上礼拜做的民调，徐欣莹没有赢多少，对啊，1.8左右吧，对，1.8哦。好，那我要讲的是，如果竹北这么重要是关键，那如果徐欣莹现在民调又没有拉开，那你不能说只靠我们的师傅来帮你加持吧？师傅当然很厉害，但师傅组织很强，师傅会募款。但他也不是全部都在新竹县啊，新竹县有多少信众？加上很多现在外来的人口，新的这个年轻的新竹县县民很多越来越多嘛，他们会吃你徐欣莹那一套吗？他们会吃师傅那一套吗？感恩师傅，赞叹师傅，他们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这可能不，他们认为这个是迷信啊。你刚刚讲那个是不同系统啊，不同系统吗？不同系统。但师傅师徒关系啊，是不同系统，好吧？不要随便乱用。青出于蓝胜于蓝。OK， 好。所以我觉得整个新竹县的选民结构在改变。那过去新竹县是蓝大于绿啊，国民党在新竹有组织啊，问题是现在这些新住民。我讲的新竹县的县民，他也不是这个组织可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当新竹县出现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徐欣莹本来的优势，目前看起来差距并不大。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庭辉，双北一定还是重中之重嘛，一定是关键。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蒋万频频的直接助权李世川？对，看起来。蒋万也知道，他一定要发挥他的优势，能够帮川普。民调大家都看嘛，一定是这样。那你觉得到目前为止有看得出那些时机了吗？
当然，因为李世川，我觉得他个人魅力来讲的话，的确还是有待加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嘛，因为他公务员出身，他不是那一种就是政治明星出身嘛，对不对？问题是说，当他在进行这一场选举当中，他要知道这是一个政治场合，这是一个政治选举，他必须是形塑一个所谓的具有政治魅力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即便他过往来讲的话，他或者说公务生涯多优秀，他没有办法去获得民众的那种同理心跟感受来讲的话，那个票很难会投过去的。当然有一些国民党或是民进党的基础的票都在那，基本盘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中间选民，就那些中间选民要摇摆过去的时候，现在因为他跟苏小慧的这个差距啊，基本上两个都是在误差范围内啊，根本就是没办法看出到底是谁赢谁胜。到目前为止了看出谁赢谁胜。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只要有一出错，或是有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就影响这个选票的翻盘。那因为这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他自己本身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个人魅力嘛那因为他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董事长开讲在这个地方帮他造一个造势场合，结果呢他讲了一句话，让他觉得说旁边的两个这个江启臣跟蒋万安两个都产生这个乌鸦飞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不像苏小慧一样，他有个政治明星的爸爸之类的政治世家。结果他没有想到，蒋万安他的这个爸爸、他的阿公都是政治世家，然后呢，这个江启臣他的岳父也是这个政治世家。那你想说，你要打对方损敌5000，自伤1万的概念了蒋万安他的这个爸爸、他的阿公都是政治世家，然后呢，这个江启臣他的岳父也是这个政治世家。那你想说，你要打对方损敌5000，自伤1万的概念了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他本身来讲有没有那个政治 sense？ 常常我觉得他在受访我的时候，那个政治 sense 有时候不太够。他因为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因为那个我认为啦这个负责的区域有可能是蒋万安必须也要负责到这一块了。那一定是他负责的。对，因为他负责的，因为他以前他的手下嘛然后他必须要在负责。在国民党内来讲的话，大概有一些责任区也应该也是蒋万安的。不，来明权，对你们来讲，蒋万安一定是超级母鸡，是不只是在台北市。是好，那现在双北来讲的话，刚才好了，包括廷辉讲说，对川博来讲，个人的 Christmas 啦，或所有这些，你们要怎么办？双北是一个共同生活圈它会有共伴效应川博当然在新北跟双北都有待过副市长，所以他第一个有经验有加持。最关键是这样子了，就是说新北每天进出台北市的人口是70万人那 crossover 是进来上班如果叫沈伯洋来讲住公合一，700万人应该都到台北市可台北市房价高嘛，很多人就是必须要住在新北、住在桃园，甚至住到更远的新竹的地方，所以它的优势是在于说以台北市为核心，所以蒋万安带动联动的这一部分，双北共同，包括未来交通嘛，包括捷运公托这一些，所以我觉得有优势，就是说蒋万安会拉动川博的部分那川博未来必须第一个。刚刚廷辉讲的没丢了，就是说蓝绿基本盘现在都稳固了，没有问题。川博在基本盘稳定，包括蓝军表态率，包括白银表态之后没有问题。可是未来如何给新北一个愿景，如何争取中间选民，包括大巨蛋侯友宜现在去美国看过大巨蛋要怎么弄，就说未来给什么样的新北给大家共同要几锤把过去的新北建设起来。那未来的愿景，未来4年、未来8年的愿景提出是吗？我觉得中间选民看的是这一个啦。可是双北上目前。包括政见双方攻防你包括包括动保的部分还有那个水金九的部分水金九台车啦，双方我觉得打到目前都是以政见战为主。可是我觉得是这样，打到刚5个的共嘛，大的选区看势啦。可是目前我自己也是参选人给你算到给那里很冷非常冷。我没有去看收视率啦，可是从我基层感受到，我昨天端午节出去扫市场，我们知道昨天。肉铺休市涨300块一半，真的没什么人而且你在握手的时候，包括当然很多人看板有上去了，可是今年感受比往年更冷，所以今年投票率会不会更低？我目前看起来，以目前的看起来到已经6月底。我认为今年投票率会低，那关键是怎么样？所以关键大家要讲说，谁是当母鸡？像我昨天跟万安，前天跟万安拍照啦，所有人我们都站在中间，
万安在那中间嘛，他有光芒，他回应包括4家出口的啦，他也讲监察院，他也讲母鸡，他也讲郑丽文，他有讲，他并没有闪避啊，所以民党只要抹红说，抹那个说万安只会读稿机，如果你们以这样看他的话，我觉得就会失焦了。万安的战斗力目前还是很强啊，所以除了万安战斗力很强之外，我在旁边跟他合照，你看我跟他比，跟他要求，启天好来比一下。单手伏地挺身，万安就跟我做起来了，他也不怕啊。当然我做了6下，我现在可以做10下了。你叫我现场表演，我也没问题啊。那就来，可以来啊，比啊，真的可以啊。跟阿川比啊，我们就一个人比5下看看啊。我刚刚庭会底下讲，我怎么吐10个没问题，单手可以啊。我找我助理去，他1下都做不起来，他还篮球队的。我说可以啦，你核心不够强了，所以有好的体力，你对万安来讲，他有好的团队。甚至可以拉动，包括船舶，甚至拉动伊朗的部分，所以对他来讲，目前还是万安还是跟韩国比起来，还是蓝军最强的武器。OK， 范老师怎么样？你听不下去，你要出来比嘛，对不对？来比谁啊？来比谁？比啊！那我是这样说真的啦，蒋万安当然都有回答啦。但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每次回答的答案都是这样子嘛，当然都有点到啊，但真的有回答到问题的核心吗？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地方嘛。那蒋万安，我是觉得他现在真的这个有点自顾不暇了。因为我觉得沈伯洋本来是养功嘛，是很困难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沈伯洋不断的在制造话题嘛，那蒋万安就疲于应付嘛，加上他出了一大堆事情嘛，刚包含上个礼拜台北市淹大水，老鼠、蟑螂全部跑出来，对不对？这都过去没看到的问题啊，他有没有回应？他没有回应啊。所以我觉得就说。李世川现在跟这个苏小慧为什么现在差距就很低了嘛？但是双方面当然，我在很明显讲了，这今年选情很冷，所以怎么样动员基本盘，这是很重要的。那你要想看苏小慧还有谁是王牌？蔡英文是王牌啊。你看蔡英文到现在为止啊，他到大学去，到北一女去演讲，都深受欢迎啊，他有年轻票啊。那苏贞昌他在当行政院长。这4年，2019年做到2023年，他当时的民调都很高的，包含当时防止非洲猪瘟，对不对？他县级旅级，所以苏贞昌当时他能够做4年行政院长是不容易的。那他在台北县当县长的时候的政绩，所以我觉得苏小慧如果到时候靠这些政治明星的加持，加上大型的动员造势，那他会不会造成他的声势起来？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阿川，但你们会面临到一个，你会注意到蒋万安对沈伯洋基本上似乎就是那个策略上。不理沈伯洋。蔡英文是王牌啊。你看蔡英文到现在为止啊，他到大学去，到北一女去演讲，都深受欢迎啊，他有年轻票啊。那苏贞昌他在当行政院长这4年，2019年做到2023年，他当时的民调都很高的，包含当时防止非洲猪瘟，对不对？他县级旅级，所以苏贞昌当时他能够做4年行政院长是不容易的。那他在台北县当县长的时候的政绩，所以我觉得苏小慧如果到时候靠这些政治明星的加持，加上大型的动员造势，那他会不会造成他的声势起来？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阿川，但你们会面临到一个，你会注意到蒋万安对沈伯洋基本上似乎就是那个策略上。不理沈伯洋，然后呢，把他的余力还要拉抬那个，包括李志兰，对你们来讲，怎么破这个局？这很好啦，就是自顾不暇的方法，就是不要顾嘛。就是说他会把整个，就是他蒋万安的战略很简单，他就不会理沈伯洋。对啊，然后就叫一些人出来喊，就是对战嘛，那这个没有关系啦，对台北市民来说，台北市要看的还是政策，还是看这2个候选人提的东西嘛。那沈伯洋就继续提他的政策，那蒋万安继续谈他的国政，这都很好，这两边的战略都是对的就是沈伯洋继续谈，然后这个台北市政呢，就是沈伯洋负责谈台北市淹水你就去问沈伯洋那国政你就去问蒋万安这个对双方都是好的，因为蒋万安还是要有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格局啦，不能只守在台北这个战略上是对的这个我是很肯定。就我也判断蒋万安到年底都会这样弄因为台北市政对他来说，这个就像这个他们的市长出来回就好，就蒋万安发言人不用回嘛，市长本人回就好了。那这个新竹刚刚讲回头讲那个竹北，竹北关键就在徐新颖
徐新颖，因为国民党那初选完还是有裂痕，竹北市哦，初选完有裂痕。然后，如果徐新颖去跟那个竹北国民党要提名的那个，跟他讲说，因为那个算他的师兄弟，他们都是拜同一个师傅，他们那个师兄弟说你不要选，给邱成远选。那竹北的国民党就翻脸了。我们这几个初选完，搞了完了之后，然后你跟我说叫我们不要选，给民众党选。好，那你说那不要理民众党，不要理邱成远。初选完，我们就是国民党就提名弄到底，要沙卡都沙卡都。那竹北的民众党，就不会支持徐新颖。所以这个，而且民众党在竹北是算强的，那他就不会支持喽。那这些人会不会跑去这一个郑朝芳那里就不一定喽。就说大家要翻脸哦。所以为什么柯文哲掌握这个？柯文哲跟黄国昌领导风格太不一样，因为黄国昌直接变国民党嘛。好，那这个柯文哲知道这个杠杆，柯文哲玩杠杆很厉害，他知道把徐新颖，他现在在逼徐新颖，不是逼国民党。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委叫杨文科，对，杨文科都自顾不暇，他也不会管那个党务嘛，就是徐新颖本人了。那柯文哲跟徐新颖也是有交情的，他们也是有交情的，所以对柯文哲来说，反正我就逼你徐新颖，你要么就挺我们邱成远，那要么你就回去国民党。那接下来大家就在竹北输赢。各位知道竹北民进党现在还没提名。为什么没有提名啊？就简单了，就看你两党不干嘛。你们两党弄完的结果，民进党再来提名竹北市长就好了嘛。所以这个战略上，整个讨论就很讲，就徐新颖要来决定竹北市长的人选，因为对他来说，竹北市长赢多赢少会影响他的自己的选举了。OK， 未来其实你说从竹北到新竹，然后甚或到全国每一个选区，那未来对战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各自阵营的策略又会怎么样？如果从大环境上来看的话，包括各政党的形象或两岸的关系或什么，在今年年底这场选战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员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